那么也把这个儒家的这个思想呢和这个经放在一起。所以那个汉以后的这个儒学呢，实际上它的主要的形式就是经学，就是这个经学。所以在经学兴起以后，这个2000多年的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这个演变发展，那么它的这个复杂的这个过程呢，那么就展开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我们今天要了解一些思想能够成为一条这个基本的一个线索。清代的这个史学大家张学成那么他那个《文史通义》里面，这个有这个叫做这个经解经解这一篇，那么里面呢又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经它是怎么确定下来的？这个经呢，何以为经它有这样一个解释。他说这个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这个三传就是那个六经，诗书礼乐易中秋最早的这6个文本。汉以后越没有了，就剩下诗书礼易中秋这5部。但是那个春秋呢，到了那个汉代呢，就发展成了3个传就是《左传》，我们都很熟悉左氏春秋《左传》，还有这个《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所以后来那个讲春秋呢，都是从这个3个传来入手，所以就是有3个传。然后那个礼呢，这个汉代呢也发展成3个这个系统，或者3个文本、3个典籍，那么就是原有的这个礼经义礼。后来呢有这个解释这些礼的这个新的这样一些文本，汇编为《礼记》这是汉代这个形成的。《大学》和《中庸》就在这个《礼记》里面，这属于《礼记》里面的2篇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周礼》也叫《周官经》。这样的话，那个礼呢也有3个文本，就是3礼3传再加上后来这个《论语》、那个《孝经》、《尔雅》3部，那么和那个前面的这个合到一起，那么就有这个12部之多。然后到宋代的这个《孟子》也加入到这个经的行列里面，就成为固定的一个体系，就是所谓的13经所以从那个最早诗书礼易春秋这5部呢，它有一个扩展和演变的过程，这样就形成了那个所谓13经。那么张学成讲的这个意思呢，就这个6经它是要有一个依据，它的这个定名，它是因为后世有对它的一种这个理解和解释，有这些活动之后呢，又产生了一些文本，就是来解释这个诗书礼易春秋比如说那个易，它原来这个易经只有那个64卦，只有那个卦爻，简单的那个这个卦爻辞有这个卦画、卦名。那么那个易经呢非常简略的，这个没有更深的这种含义。但是那个到了战国时代，到了这个西汉，围绕这个易经的这个思想，它展开了一种这个解释的这个活动。然后产生了各种这个解释的这种文本，就是叫做易传那么易传呢，后来这个经过这个历史的这种这个陶录和这个剪辑之后，最后存留下来的一共有10个，就是也把它叫易大传，就是也叫10易，就是它辅助去解读和理解这个经的所以后来我们说的这个《周易》或者《易经》呢，实际上它是由这个经和这个传2个部分来构成的，而那个后人的这个思想，这种解释的很多内容呢，都融含在这个传的这个部分里面，就是以经呢作为他解释的一个对象，所以这个叫传然后那个左氏春秋左氏传、谷梁传、公羊传也是解那个春秋经的所以也是那个传。这样的话呢，就说因为有后人的解释，所以呢相依于这个后起的文本，这些这个传或者像那个《礼记》，它是解释那个礼的，解释这些古礼的，那么它就有了一个所谓人我之别。就像我们讲我自己的时候，不会有一个距离，一个就是一个对象化的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就是那么只有在一个关系里面，我们讲这个我的时候，
那么才有一个人我之别啊。张学成这个意思呢，就像这个讲我自己的时候，那么不是就是我其我，这个没有意义，就是它是个单独的。那么只有我跟别人有一个区隔的时候，有一个差异的时候，那么才有了我和你，我和他，是吧？才有了一个他的有了一个对象的这样一个意味出现。那么那个经呢，它也是这么一个情形，就是因为有了后面这个解释的这些书啊，然后这些书呢要去解那个前面这个书，那么这些呢叫做传啊，然后因为有了这个传，所以把前面的这个他解的那个对象呢，这个以经称之啊，所以就像经传是人我之名，是起于这个事之不得已，而非本这个直本而已。这个意思呢，我想他就是强调这个经呢，它实际上是在一个解释的状态里面，才呈现出了那种源头性、这个原本性和它的这个原初性啊，就是有了一个对象化的，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它的那个价值、地位、身份呢，才能被这个理解和认识清楚。那个东西叫经，然后后面呢是围绕着这些。这个经来进行一个思想的一种这个展开，或者是不断的来演变发展，然后才有了这个所谓经的这样一个确定性。这个意思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强调了这个后世的这种理解解释的这个重要性。假如没有后人的对这些最初的这个所谓经的一种重视和不断的去理解和这个解释的话，那个经也就不称之为经了。他的这个经的这样一个身份呢，也就无从谈起了。就是强调这是一个在这个解释和被去重视、被理解的那个对象化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它的这种经典性才这个凸显出来，才这个重要性呢才越发显得这个就是特别的这个光彩、光辉夺目啊！所以，按照那个春秋讲这个三世说，《春秋公羊传》里面讲，就是所谓所见、所闻、所传闻。这个或者从这个文本的这个历程来讲，就是先是那个受之口耳，是口耳相传，后来才入其文义，然后成为一个书写的这种文本。就是这些这个历史它是非常漫长的，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我们能那个了解到的这个道理，除了我们有限的这个生命去体验啊，去听老一辈人传授，通过这个自己的亲身的这个实践啊，得到一些知识之外，更重要的呢，实际上是一个所谓所传闻的问题，就是通过这些这个典籍。教给我们的道理，怎么去做人，怎么去处事，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啊？它实际上是这么来的，就是那个你的所见或者是所闻，这个它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只有在这样一种这个文献的这个传递的这样一个历史长河当中，我们才能把人类的这种知识的精华啊，才能够这个接受下来，那么这些这个东西呢，它才能够源远流长啊，这个传承不绝，那么构成了一个所谓文化的一个历史，或者构成一个文明的这样一个连续性。那么这个它依照什么？那么就是靠的这个所谓的这些经典啊，这些经典。所以那个张学成的这段话呢，他是强调了就是这个经本身它也是三代的这个文明或者三代的那些遗册遗典的一个汇聚，也是在这个各种片段的那个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之上，最后汇聚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性的这样一个书啊。那么这个孔子呢，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等于是一个整理者、并行者，相当于是一个通过这个所谓述而不作的这种方式，把这个以前的这些东西呢，这些材料呢，这个经过了一个筛检，经过了整理之后，那
那么形成了那个所谓六经的这样一个典籍的系统。所以从今天的这个眼界来看，这些书，它实际上呢是一个历史的存留物，或者是这个按照玄学说法，就是它是一个流传物，就是它没有断绝，没有丧失，而是那个传言不绝，这个几千年啊，那么都保留了下来。而且在这种传演的这个活动当中呢，它又不断的产生这个新的文本。那么然后这些新的文本呢，和过去的那些文本，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一个解释之环的这样一个关系，就是一层一层的。比如说这个孔子他是解释那个三代，是吧？这个《论语》里面的很多道理呢，他是在解释那个周代礼乐文化，就是周公的那些道理。然后到了他的这个弟子，就是七世子后学，那么又是解释这个孔子的思想啊。这个孟子呢是继承发挥这个孔子的思想，《大学》《中庸》也是在讲这个孔子的思想。然后到了那个汉代呢，这个汉人又要把这些书都要写，那么就形成了这个经和传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那么到了那个再往后，那么又要既解释那个先秦的东西，三代的东西，那么又要解释这个汉人的东西，也就是把这个经和传呢都要放在一起来理解。就是历史它是一个不间断的一个长河啊，是一个所谓的那个大链条。那么这个链条一环扣着一环，你后人要理解前面的那个，你不是说跳过这个链条回到那个第一环，它是一个不断的在累积、不断的在延续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到了魏晋时代，那么各种那个经学的这个文本形式呢又很复杂。到了这个隋唐，到了那个宋明时代，这个理学兴起以后，他又有一套他自己的那个解释方法，怎么来读这些书啊？怎么来理解这些书？怎么把这个思想的那种活性能够保留下来？而不是一个凝固的词的一个文字，要把它这个怎么一代一代的传演，和他当代的这个所遇到的一些东西呢，能够结合起来，啊，形成一种新的一种这个思想，啊，形成一种所谓思想的这种流动性和它的这个不竭的这个活力。所以，我们说这个意思呢，就是经它不是说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那几句话，就是那几个死的那个文字，是吧？这个定下来之后呢，等于就一成不变了。它实际上从张学成的这个意思，它是在后人的一种传演和不断的一种面对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来加厚那个经的这种意义，啊，使得这个经的这种价值不断的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在不同的时代呢，它反映出的问题可能就会不一样。那么，我这个地方再引一段话，我们看这个后人的理解。这个《史记》的《孔子世家》里面说啊，就是我们今天对那个先秦的这个儒学的了解呢。最重要的那个史料就是从《史记》的这个《孔子世家》，这个仲尼弟子列传等等儒学传这些这个文献里面得到的。那么这个《孔子世家》里面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啊，就是这个明确的呢讲这个孔子当时呢是把这个诗书礼乐作为他的教本，作为他传授那个。先周文化的一个依据啊，然后那个《论语述尔》里面，这个夫子自卫，50以学艺啊，那个里边三绝的故事，就是孔子下了大功夫来这个念这个易经啊，然后那个孟子的那个里面说，孔子去作春秋啊，说这个孔子写了春秋啊，那么不管这些话他怎么去理解，或者说是不是孔子写的《春秋》，那么都表明了，在战国时代呢，人们就已经肯定那个远古材料和孔子的这种密切关系啊，就是通过这些文献呢，这一点呢是确凿无疑的，就是这些文献呢
都是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或者是经他之手，这个经过他的一种这个整理啊，经过他的重新的这个筛削啊，一种这个剪裁，或者是这个他的一些这个根据他的理解啊，保留了哪些东西啊，哪些东西呢这个被淘汰掉了，就是跟他的这种选取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所以那个孟子里面引了很多那个诗和书的话，也引了些礼和春秋的这个意义。但是这个孟子里面呢，并没有说到那个诗书礼乐易春秋，把这些文献呢合在一起来讲。所以我们看这个孔子、孟子那个时代，并没有六经之说，也没有把这些书呢作为一个集群，作为一个像一个军团，是吧？是一个集体性的这么一组东西。那么它只是都散的，就是你读《论语》里面的话，还是那个《诗经》里面的这个记述，孔子跟这些文本的关系，它不是说好像已经是一个成定型的这种状态。所以在孔孟之前呢，儒家的经典呢，它可能还是一个有待整理的状态。或者我们换一个思考的角度，就是哪些是经，哪些可能后来就不是经了，就被剔除掉了，成了非经。实际上这是一个拣择的年代，是一个挑选的那么一个时代。那么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后来之所以这个儒家能够在百家之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个独大的、独宗的，就是后来他对这些文献的这个继承整理呢，就是成了等于夺得了这个话语权啊，由他说了算。他说哪些东西是一个全面的，我们要理解这个夏商周三代的这个文化怎么来的，哪些东西是它的是一个什么关联，有些什么样的这个结构，那都是通过这个儒家在整理这些文献的过程当中呢，形成了这么一个权利，是吧？就是他成他独有的、独享的这样一个话语权。当然，那个我们看这个诸子百家，比如说道家，像这个老子、像庄子，包括这个墨家，包括这个阴阳家啊，那么这些思想里面好多，它也是非常古老，它肯定跟那个夏商周这个三代文明呢，也有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归儒家一家，它实际上各家都在面对那个更古老的那些思想，要处理这些这个材料，但是处理的这个方式不一样。那么后来因为这个儒家它有一个整体性，它后来呢就是通过这个春秋战国时代，这个他们把这些经典呢等于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清理，后来就形成了那个所谓六经的这样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当然就和这个儒家就挂上了钩。其他各家这个跟这些古文献的这种继承关系呢，它可能就是一个零散的、片段的，或者是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或者是有目的的一种挑拣性的，它就是一个散乱的啊。我们要通过一个更复杂的这种线索，才能去透过这些学派去把握中国这个更漫长的那个文明发展的历史。但是不像我们要从六经，它就是一个比较清晰化的线索和这个清楚的这么一个图景，这样一个对象。所以这个六经在这个远古材料的这个筛检当中，它成为一个清晰的一个整体性的这么一个面貌。但这个六经之说呢，是比较晚。我们再引一条资料，就是来看当时实际上这些文献呢是很多的，也是很复杂的，它的面目呢也是这个跟后来的这个六经系统是个什么关系呢？也有这个难以这个说清道明之处。这个国语啊，国语里面呢有一个记载，楚庄王这个是春秋时代的，比孔子还要早啊，比孔子还要早的。楚庄王的时候有一个大夫是叫申叔时，
当时呢，这个祖庄向他问，然后这个申护师呢就答疑说这些东西，这些是典册也好，或者是文献也好，它都可以用来这个行教化，来讲这些道。所以一共举了这个6类。我这个地方打了那个单引号。他说这些文献它的一种价值啊，他说就是怎么来教这个太子，教之春秋。这个春秋可能跟我们今天说这个春秋经的那个文本的春秋就不是一个意思了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而为之这个纵善而抑恶，就等于他有一个善恶之辨，可以教人这个是非，来明辨是非。这个以节劝其心，然后教之事，这个事是什么？这个我们现在就说不清楚，因为没有这个事这么一个书名。而为之这个昭明者而废昏庸啊，废忧烘，就等于可以这个增加你的智慧啊，增加你的这个辨别的能力，然后等等教之礼，教之诗，教之乐。教之令啊，教之语，这个诗乐礼都我们后来熟悉。那这个令是什么？语是什么？啊，教之固志。所以可见，在孔子之前，这些文献它的类别呢是一个清晰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先王的这个典籍啊，先王的这些材料。那这个怎么去？处理怎么对待，可能每个人的把握的程度和那个他的方式呢，可能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段记载呢，可以看出，在孔子之前，这些材料它还是一个散乱的，是一个杂乱无章、有序的状态。好，到了这个孔子之后，那么这个六经呢，慢慢的就。它的这个面貌呢就清晰化了。当然没有这个六经这个概念，就是在孔子刚才讲这个孔子里面，《论语问字》里面，我们找不出六经这么一个概念，这6部书还没有合在一起说。但是实际上这个思想，它实际上已经就是把这些典籍呢，把它这个集合在一起了，而且是经过了一个系统的这个梳理整理。那么我们现在能查到的，最早把这6个书放在一起的是庄子啊。庄子的那个《天运篇》里面，它是有一个对话场景，是孔子所谓问礼于老子啊，所以孔子问礼于老子也成了一个儒道两家的一个后来不断的这个辨别的一个话题，怎么来理解啊？是事有其事，还是它是一个什么象征意味？在《庄子·天运篇》里面就记孔子向老聃这个问礼的这个事，然后他相当于自我介绍，他谓老聃曰啊，给老子说，丘就自称说我呢是志，以诗书礼乐易春秋6经，这个地方就非常明确的把诗书礼乐易春秋放在一组，而且用了6经这个说法，是弄先王之道而明周朝之纪。就是等于是这些都是先王的这个遗典，是先王的这个遗言。那么在庄子的这个《天下篇》，这个不是那个庄周所著啊，是其他的人写的，相当于是一个学术史的这么一个文献。那么里面也提出了，就是旧法世传之是上多礼之啊，就是在诗书礼乐之啊，这个邹鲁之是晋衡先生多能明之啊，然后把每一部书它的重点，它是讲什么的，它的宗旨啊，以一字概之，诗以道治，书以道事，礼以道行啊，乐以道和，艺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啊。当然就不光是把这6个书放在一起了，而且是它的宗旨，每个书的特点啊，都做了那个清楚的一个表达和说明。因为这个《天下》一篇呢，它实际上讲的这个七派啊，它那个
对那个整个先秦的这个诸子学派的这个分布的状况呢，是第一次做了一个清楚的描绘。当然后来跟我们理解的这个儒墨女法道阴阳的这个六派之说呢有差别啊，它的那个组合呢也有它的特色，那么跟后来流行的这个说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天下篇》它实际上呢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这个对那个学术史的一个总结，也是我们今天要了解那个先秦的这个思想流派和人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么这个里面呢，他就把那个诗书礼乐易中秋放在一起，而且说这些东西呢，它的核心呢就是讲内圣外王之道。那么这个也是后来儒家讲，就是所谓内圣外王。而且说这些东西呢，它是在那个春秋的这个诸子百家兴起之前的一个整体的状况啊，就是所谓道术位列之时啊，是那个所谓这些一个存在的状态。那么后来呢，这个道术将为天下列之后，各家各派呢就纷纷都跳将出来啊，这个各执一词，这个各据一理，然后来展开他们自己的学说的一个说明，然后引起这个大家的争议。然后这个他的这番描述，就是这些书呢，等于就一方面呢，它是属于儒家那个的一个内容，但是他也把那个所谓这个道术位列之前的那个历史呢，是和这些文献连在一起的。啊，这是那个六经这个概念，最早大概我们从庄子这部书里面呢，能够这个会得一二。这个地方我要插开一句，就是这个庄子他是这个道家的主宗，今天一般讲是吧？为什么这个儒家讲这个六经这个概念，反而不出自那个儒家的这些典籍，反而是在这个道家的这个书里面，这个就很复杂，很复杂。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六家之说，是到了那个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后，就是西汉之后，慢慢的才把它格式化、名物化，成为一个江固的那么一个派别之分。在这个之前，西汉之前，可能人们觉得那个三代的这个文明，还有中秋战国时代的这个各色人等，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各种各样的学说，有的是跟这个先王之道有关系的，有的呢可能是他的一家之言。尤其是中秋战国时代，这个每个有才能的人都想这个制造一套学说，所以是一种天下这个纷纷攘攘的那么一个状态。所以到底这个家怎么划，怎么派，怎么分，实际上是一个不清晰。所以那个像庄子，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子书里面，都有很多这种文献啊，就是对这些思想或者学说的一些这个记述。但是呢，他的立场和观点，他的那个口吻是不一样的。有的呢是站在一种批判的立场，有的呢是一种嘲讽的立场，有的呢是一种维护和尊敬的立场。所以用的这些材料或者讲的这些事情呢，可能这个出处是一个，都有一个它的源头，但是最后显现在他们那个文本里面的面貌呢，可能是一个各行其事。那么让我们读来呢，就觉得好像这个就是不是一个东西啊，不是一个东西。就是像这个庄子里面讲到了很多这个孔子，对这个孔子的很多思想，我们现在不能这个以此为据，不能拿庄子里面讲的那个东西来认为那是孔子的思想。这个他已经经过了一个2手、3手的这么一个转折、扭曲和加油添醋之后，用他自己的一种理解来复述的，或者是一种想象的来塑造出来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呢，它尽管好像实有其名，这个言之凿凿，但是我们不能采信啊。就是我们只能从这个整体上来理解，这个庄子他是一个道家的思想，他讲到的那个孔子的形象也好，或者讲这个孔子的一些话，都不足为去啊，不能认为那个就是孔子的思想。所以我们这个要有一个分际。但是因为庄子这个书里面牵涉到的那个儒家的问题很多，
所以这个在今天呢，也就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话题。这个台湾那个新华大学的那个杨汝斌教授呢，他就有一本书大概10来年前写的，就叫《儒门中的庄子》。因为后来这个庄子到底是好是儒，从这个文献本身呢，就有很多疑问啊，产生很多这个后人不断去辨别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庄子怎么定位啊？就是庄子讲的这些儒家的思想，它是一个什么意思？说他这本书的名字叫《儒门中的庄子》。所以就说这个后来讲的这个儒民法道因缘这样一刀切割的那么清楚的一个线索，是后来的一个状态。在这个之前呢，它可能是一个交叉的、重叠的。穿插其间的很多东西的，又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分。那么这个我们就要有文献的认定，哪些东西是一个可据，是一个真实的，哪些是后人臆想的，甚至遗造的，这个就是要有一个辨别和分际啊。这个我们顺便说一下，就是这个六经合称呢是出于庄子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情形我们要怎么理解？我想这段话呢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又牵扯到一个文本，就是叫《孔子家语》。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孔子的思想，主要依据《论语》啊，这个呢是大家这个公认的。但是有些文献呢，它涉及到很多孔子的这个话，就有一些真真实实、虚虚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问题啊。包括孔子家语，在那个现代学术界呢，往往是把它视为是魏晋时代才有，或者是后汉以后，不能作为这个孔子本人的一个思想。但是现在对这个孔子家语呢，又有很多新的说法，在学界研究。像那个山东大学的这个杨昌明教授。他因为那个习总去参加那个参观孔子研究院的时候，在那个书柜前面看了2本书，后来说这2个我要拿回去好好看看。其中有一个就是杨昌明著的这个《孔子家语》新著本，然后他现在呢就是这个要把这个《孔子家语》要跟《论语》的这个地位要齐列，那个道出来讲这个观点。但是学界大部分人可能还是认为《孔子家语》你可以。像那个这个古史辨派的那些以古太过，把这个文献价值的点太低，可能要适当的再有一些新的理解。但是你把这个孔家语放的和《论语》能够齐列，恐怕还很难做到啊，很难做到。所以我这个地方引了这个孔家语里面的一段话，是那个齐国的这个太史子瑜到鲁国见孔子。这个他跟孔子之间有这么一段对话，后来他那个相当于他概括他对孔子的一个观感或者是理解。他说这个孔子呢是先圣之嗣，世有德让，天之作也。然后他说那个成汤，就是像那个汤武革命这些呢，都是武德王天下啊，都是通过那个比如说伐这个桀纣，伐这些风暴的这个君主呢，得到了这个天下。然后他说那个孔子呢是生于这个衰周，先王典策，错乱无稽。他呢是通过这个考证其意，然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礼乐，制作春秋，载明易道，然后垂训后嗣，以为法事，其文德著矣。这段话里面呢，就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理论吧，就是孔子的这个价值和地位是怎么确立的？这些书，他为什么获得了那么高的权威性？他说那个像成汤他们，就这些先王，尧舜禹汤文武，都是属于政治人物，都是领袖，他们是这个创业水土，然后通过这个
征伐的方式，以武德呢王天下啊。那这个政治权利，那等于你就得认啊，你就得服从。但是孔子呢，他是生于这个衰周之世，他没有这些功业，他只是做了一些文化的这个事，啊，等于是这个所谓百家之遗迹啊，考习政治，然后祖述尧舜宪章，然后通过这个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文献，他最后成就了他的大业，然后垂训后死。他说这个呢是所谓其文德注意，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是孔子家语我们这写上他是汉末或者是六朝的人的理解，就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把孔子呢等于是神圣化了，就是他的这个地位不亚于那个尧舜禹汤的，就是跟那些这个政治领袖的这个功业呢可以相提并论，而且在这个汉代呢，当时那个为了抬高这个孔子的这个地位，那么在这个经学里面有一派呢，就是等于是用一些神话的那种方式啊，来拔高这个孔子啊，来拔高孔子。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它是很复杂。那么至少我觉得《孔子家语》里面的这段表述呢，是把孔子的这个地位何以得来，他的这种崇高性和神圣性何以建立，这个说得很清楚啊。他是文德，而不是那个武德，他不是创业垂统，而是在这个思想的这个范式里面呢，那个足以这个开创这个成为一个百代之师啊，百代之师。那么这是那个所谓经啊，或者说这个经典，它那个成立的一个道理。那么也就是说，通过那个孔子之手，或者是儒家的这些那个就是孔门这些学者的这个努力之后，那么他等于是建立了那个六经的这种权威性啊。那么他可以说可以和那个这个创业垂统的那些这个政治领袖人物的那种武德相提并论啊。它是以文德见于世，就是都是源自于天道，所以所匹配在孔子呢，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掌握了这种人文教化的一个枢机啊。那么这种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文化的权利啊，就是三经六经，然后通过这个美正美俗、这个尽善尽美的这样一种这个教化的这个方式呢，来治理了天下啊，来安定了天下。所以他就和那种这个武的这样一个德或者武力的这种权利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思想的权利，就是治理天下这种政治权利固然重要，是吧？这个来这个所谓的这个通过一种管理的方式呢，来教化这个老百姓，但是那个文德也同样重要。那么它是通过这种教化的方式，这个行道化。那么这个从战国末一直到汉代啊，这个文献里面呢，就有很多这种不断的来讲这个道理啊，就是它的这个价值意义，就是它的这种重要性啊，它的这样一个权威啊是怎么样这个建立起来的，我们应该怎么去认识和理解啊？所以那个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要强调，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所谓那个文治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权力的这样一个分级啊，就是这个政治的权利啊，就是这些先王啊，尧舜禹汤文武，那么他都是一种政治领袖。那么他们所做的这样一个功业，那么是通过这种政治治理的方式啊，获得这种崇高的令后人那个效法和敬仰的这个地位。但这个孔子呢，他等于是不一样啊，他不是这样一个权力的来源，他的这种权威性呢是依据于这个所谓经典啊或者这个文德所致。那么六经的这样一个
权力的这种建立呢，那么通过那个孔子这个形象啊，逐渐的呢就凝固化啊，凝固化。所以那个除了这个文献的保存和教化的实施天下之治诸义之外，那么六经呢等于被这个进一步这个来拔高啊，从这种哲学的这个形而上的这个意义呢，来论证它的一种这个合理性和它的这个价值所在。那么这个呢，就是从这个精神的这样一个维度啊，精神的这个向度。那么像儒家讲的这个天人合一啊，那么这些思想，包括那个汉人讲的这个大一统啊，还有那个像这个五常的这个三纲五常的这些思想，因为它都是把整个我们这个人类的这样一种存在的这个价值呢，放在了一个这个高度的这种哲学化的这样一个意义呢来加以论述，而不是就事论事，只是讲那个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东西啊，而是从那个一种天地的这样一个高度呢来讲，天地的高度来讲。我们看那个汉书的这个陆讲啊，他像那个汉高祖这个讲这个六经啊，这个六经为什么重要？那么他说那个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这个功德三合而道术生焉啊。他说那个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成天统，群士察微，这个原情立本，以序人伦啊，宗序天地，编修篇章，垂诸来世啊，批出鸟兽，以旷哀乱啊，衰乱，这个天人合色，原道西备，这些话还是好理解。就说这些工作呢，它的这个意义价值，你不能只是单从建立一个国家政权或者打江山来理解，而是对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文明的传承，我们文明的一个何以立基啊，它的一种这个长久性啊，怎么能够保持啊？那么是要靠这种东西，所以它是和那个所谓天生万物这个以地养之的这个是放在一个齐列的这样一个状态来理解，就是所谓的这个群士察微，原情立本，它是告诉我们一些根本的这种东西啊，以序人伦啊，宗诸天地啊，这个垂诸来世，这个为后世呢所垂范来作为一个效法的一种典范啊。那这个东西呢，当然就非常的根本。那么对那个统治者来讲呢，也是这个可以说是治国之本。所以那个当时这个陆讲呢，就给这个汉高祖呢来讲这个道理啊。从那个新语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话。后来这个董仲舒呢讲的就更多了啊。董仲舒后来对于那个儒家这个一种这个新的这样一种身份的确立啊，就是在整个这个政治里面的这样一种中心地位的确立，可以说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人物。那么他的这《春秋盘论》里面有很多就是在建构这个道理，他怎么样要放到一个和天地齐参的这么一个地位啊来理解，而不能这个就事论事，是从这个日常生活经验的这个角度来看它的这个价值。要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这种以天地合其德，以日月合其宜，与鬼神合其吉凶啊，这个是一个永恒的这种价值和道理来理解这些思想。所以所谓的这个诗书须其志，这个礼乐从其美，这个易中秋明其知啊，这个六学这个它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些根本的东西。一些根本的道理。好，这是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先对这个就是经的这个形成或者这个经它的这个基本的含义呢，来做一个说明啊。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围绕这些经它的一个发展和观念的一种展开。这个南宋的这个王阳明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者啊，他那个《空学奇文》是中国的这个文史著作里面的
一部名著。这个他有一段话啊，他说这个当时人们说这个经的时候，它的排序是不一样的啊，排序是不一样的。他说在那个《礼记》的那个经解篇里面，说到的这个六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啊，还没有六经这个概念。到了那个《庄子·天用》里面呢，史述老子之言曰：“六经先王之成绩啊，知访乎斯。”那么到那个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注这个《史记》的时候，在这个《滑稽列传》里面呢，那么就讲了这六部书：礼、乐、诗、书、易、春秋，而且是以六艺称之，不叫六经。那么然后后来颁布修《汉书》的时候，这个颁史就是颁布的那个《汉书》啊。在颁布的那个《汉书艺文志》里面呢，他是用了这个就是《滑稽列传》里面的这个排序，然后又以武学配五常，然后后来呢，这个《论语孝经》呢，那么放在那个六艺略里面，那么之后呢，就有五经或者六经或者七经这些说法啊。那么七经当然就是除了诗书礼易春秋之外，又加了《论语孝经》。那么另外还有一部就是那个字书尔雅，实际上在汉代呢也慢慢成为一个这一类的文献，所以呢实际上已经有8部啊。但是呢刚才我讲的那个时候呢，这个春秋它是从3传入的，春秋经那么一定是要从左传、武梁和公羊这3个传来进春秋，所以那个春秋实际上是3部的。然后那个礼呢，就是已经也是3部，就是以礼那个礼记啊，礼记是解释那个礼的思想，然后还有就是周礼、周官啊，因为那个王莽那个他是特别重视那个周官啊，后来那个王莽那个篡汉，然后推行那个新朝的那个新政的时候，就是拿周官的那一套这个治国理政的那个方略和那个规划呢来实行的，所以他特别重视这个州官啊。那个当时州官这个地位很高。那这样的话呢，等于就已经有12部书啊，12部书。那么正是在这种这个源源不断的一个传承当中，实际上我们说这些那个3代的遗典，才逐渐的丰富化。它的内涵呢，逐渐的在加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些意识、有些观念呢，被不断的强化、不断的那个凸显啊，那么就越来越重要，就成为这个整个中国文化里面的最核心的一些价值。所以这个共识强化的这个过程，它一方面都是要打着那个孔子的旗号，打着六经的旗号，但是我们看在解释这些经典的时候，或者在讲这个孔子思想的时候，实际上很多都是在旧瓶装新酒啊，都是要对应他那个时代的一些特殊的问题，来进行一种这个阐释和发挥啊。所以这个一般的都是说要回到这个孔子，回到这个六经，要讲那个原意，但实际上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根源性，它并不是一个凝固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放在那个地方的，我把那个是一个物化的一个物象的一个东西找到了，我就抓到了那个东西啊。那么这个思想、这个文化、学术的这样一个传言，它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它实际上呢是要不断的去发展它，要不断的去发展它。所以在那个晚清的时候，这个有一个经学家，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经学了，因为从那个1905年之后，这个废科举那个经学就是，但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前清遗老了。他在30年代，就是1930年代的时候写的这个书叫《经学源流考》。这个人在学术界现在也很少人提及，这本书也很少人提及。但是我们看他的一个说法啊，他说这个经呢就是长久之道，
所谓经纶宇宙啊，如经路之无所不通，可长用兼通之，所以不毁人类之所以长存者，是赖此长久之之道啊。长久之之道，莫备于六经啊。则扶树立国之纲纪，范围天下之人心，巩固中下之国基，维持社会之安定秩序，岂能使六经而他求也？那这个也就是说，已经是到了1930年代，已经是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像这些人物，他们的内心里面，他们的这个文化价值理念里面，还是把这个六经呢作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根和本来这个为主。但是我们知道，那么这个已经是在那个新文化运动之后，所以在当时像这些呢，都被视为是一种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啊。在当时实际上跟这个所谓先进的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是相去甚远。但是我们看这个100年后，这个到了今天，这些话呢，又很多人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啊。这个跟这个1930年已经有快过了100年，我们再来看他讲的这些话呢，我们现在可能表述的语言不一样，但是很多这个说辞呢，又回到了当时的这样一个理解和说法。历史就是这样。那么刚才讲，在汉儒的时代，那么就已经这个用肠道来解这个经啊，这个经是肠胃道啊，然后那个有各种各样对这种所谓肠道常典的那个说明展开，或者是不断的来那个加以解释的一些话啊，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那这个肠道，它实际上我们看它是中国人一种族群的根源性记忆啊，就是我们这个华夏民族，它的生生不息的成长，它是渊源有次。如果我们今天追溯，是从这个所谓炎黄子孙这样一个理念啊，从这个炎黄的这种文化的这个根脉来入手，来团结我们这样一个民族这个族群啊。那么这个对中国人来讲呢，它相当于是一个不断的强化这个符号的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最早像孔子那个时代，他和那个传说的这个时代已经相距了2000多年啊。在他的那个观念和思想里面，怎么来认识那个所谓尧舜禹？那可能跟我们今天又隔了几千年、4、5千年来讲这个尧舜禹，可能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孔子在那样一个历史的间隔当中，他怎么面对那个2000多年前的这个历史？他采取了就是一个这个相当于是要来寻求他的一种源泉活水的那样一个态度啊，就是怎么样来保留这个历史的这种记忆的根脉，来延展这个文明发展的这个传统啊。所以他对整个六经系统的这样一个整理，他的这个贡献啊，那么也就体现在这一点上，也就相当于我经常说，他是就像那个打排球，他是一个伟大的二传神，就是这些原点实际上不是他那个时代才有，是吧？就是他是这5000多年这个文明的这个中间2000多年，他经过他之手，我们现在离开了这个孔子思想，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回到更遥远的过去。就是这些道理呢，我们今天都只能从这个六经啊，从孔子这个思想呢，来去再追溯和体味那个文明的一个积累和漫长的一个传演的那样一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呢，它肯定按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历史研究的那种实证的这个要求呢，是很难做到的。那我们只能这个通过一些想象来看这个孔夫子在当时他怎么来那个面对他以前的那个漫长的历史。但是通过一些文献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它都是有它的一些来由。比如说这个系辞里面的这个观象之气说，就是观天地以为文的说法，说那个夫羲氏啊，包羲氏，夫羲氏，
仰观天象，然后俯察宇，观鸟兽之伦，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这个就是不是八卦的这个说。然后以终身命之德，以六万物之起。说那个上古结绳而治，就是结绳而治之，那个计数的方式，就通过这个结绳的方式，是后世圣人意志的初期，后来才有这个刻画啊，勒石刻画，然后才有这个文字的产生，才有这个文献的这个书写，然后百官以知，万民以察。这个取向于天地、效法自然的情状，在那个漫长的历史里面，是先民不断的观察揣摩，在日常的这个生活经验当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而这个凝聚的过程呢，它是非常漫长的，是吧？那么最后怎么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共同性的一种观念，成为一个就是大家都能认可的一种价值？那么这个就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这个思想的一种斗争和博弈。那么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这个诸子百家还是争来争去，打来打去。那么最后呢，那么是这个用儒家的这个思想呢，来这个延续这个文明的发展。所以这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不断的这个就在这样一个变换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这种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呢，才逐渐的这个被确立起下来，确立下来。现代的这个史学大师本文通先生啊，这个本文通先生他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讲的非常的这个有道理。他说，从这个秦汉到明清，这个经学啊，就是以这个六经为那个代表的这个儒家的这些经典，它是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分析，皆不能出其不犯。虽2000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以多，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议。其力量之宏深，影响之深广，远非子时文艺可以相抗，可以。那个子就是诸子百家，就是那个战国时代的，除了那个孔子代表的这个儒家学派之外的其他的这些学派啊，这个司马盘坚父子讲的那个六家啊，然后如果后来这个班固的这个艺文志啊，这个有所九流十家，这些这个子学呢，它等于在汉以后呢，它是没有办法和那个儒家所代表的更长久的那个文明传统呢来相提并论的。它只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呢，表达了另外的一些有创建的一些思想，而且后来呢，可能发挥的这个影响也各不相同。这个道家源远流长，一直传到今天，但是像墨家后来就学其成，这个阴阳家啊，可能就潜行于民间。这个法家可能被那个很多统治者呢视为治国之法宝。然后那个名家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就很复杂。那么儒家呢，从那个先秦，它只是子学之一派。如果我们刚才强调那个经，不是说只是孔子之时才有，它代表了一个更久远的这个文明的传统。这个历史呢，就要可以推得更为久远。那至少这个5000年。它就没有中断啊！孔子之前那2000多年，通过那个对三代文明的这样一个价值的一种叙述，一种那个整理，那么经孔子之手呢，它成为一套思想，一套这个观念价值。然后从这个战国之后啊，这个一直流传到了那个汉以后呢，成为一个主流的形态啊，一直到今天啊。我们在讲那个中国文化的时候。等于，那么它都是在这样一个脉络底下啊，在这样一个脉络底下。那这个经史子集这个四部之学，那个经当然是最重要的啊。然后史部啊，包括我们今天在这个现代文明或者现代文化这个叙述里面，可能这个文又
非常的流行啊。但是在这个中国历史上，这个经史子集啊，这些这个史部的这个集部的东西呢，它不可能跟这个经呢，这个相提并论啊。这是这个蒙文通先生的这段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经的这样一个独宗性，从那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宗儒术之后，它的这样一个一家独大，那么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很复杂的这个过程，尤其是经过那个现代文化、现代文明的这样一种批判性的检讨之后，这个问题呢就变得很复杂啊。因为我们都知道5、4时代，这个打倒孔家店对这种儒家的这样一个独宗性呢，给予非常严厉的批评。很多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呢，都是在这样一种这个批评的这个立场和那个这种发生当中呢，成为我们现代文化的一些领军人物啊，有很强烈的那种这个反传统的那样一个色彩啊，像包括鲁迅，像包括胡适，那么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化的这种领军人物。但是呢，对这个儒家的批判啊，对这个传统的这样一种否定，也在这个时代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这个很影响很大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那个把儒家的这种无宗性、权威性、神圣性，要把它揭破，把它从神坛上拉下来，可能成为这个现代文化的一个主调。但是我们看历史上，实际上这个所谓神圣和凡俗的这样一个拉锯战，它从来没有停止过。就是从这个儒家内部来讲，它也是很复杂。因为你可以想象，这个2000多年，它是一个主角。那这个主角一旦获得了那样一个身份和地位之后，那尤其是到了这个隋唐之后的这个科举考试，那所有的念书人等于都是要面对这一套东西。那你要走入仕途，要走向社会，要去这个发挥你的一种价值，那肯定就要跟这些东西的纠缠在一起，你怎么来理解它？所以这个每个时代呢，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对这个儒家的这个地位或者它的那个经典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一种这个不同的理解。有的呢是神话其事，将经的来源和内容的神秘化、隐喻化，附会于神迹。这个像这个汉代的这个经儒经学啊，还有后来的这个谶纬的这套东西啊，然后充斥着预言，激进于装神论。而极力贬低者呢，就试图要消除其神圣性的色彩，就是把历史的这个光环要全部剥掉，要进行那个祛魅啊。比如说那个历史上的和这个佛教、道教之间的这个各种争论啊，那么还有这个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些经典，怎么来采取何种态度，对它的成色和这个分寸怎么拿捏啊，这个情形呢就非常的复杂。那么对经的观念呢，构成冲击和缠绕的大致有以下3个重要的方面。一个呢就是什么是经，哪些才是经？这个经和这个传的关系，这个界限，这个怎么理定啊？因为这个里面内容很复杂，这个经学史里面内容我们就不展开讲。就是刚才讲那个经6经啊，它是最早的啊，诗书礼乐春秋这些。那么到了那个战国以后，这个各种解释这些文献的那个新的文献就出来了。那比如说那个解释那个易经的这个易传啊，那个易大传这个10易，解释那个春秋经的那个3传啊，解释那个礼的那些礼记，像这个大学中英都是这个礼记里面的。那么还有就是到了汉以后，更多的这个围绕这些经学的这个思想展开这些新的那种论述。那么就形成了一个界限不明的状态，可能就有那个以传代经、惑经、迷经等等。那么以传代经就是说那个后来因为这个经的这个身份呢，它最早是诗书礼易春秋，只有5部，
刚才讲到那个汉代的这个《论语》和那个《孝经》也挤到里面了，把《尔雅》也放在里面了啊。然后那个解释那个这些经的那些这个传记呢，也成了经啊，这样那个就这个越来越多啊，它实际上有一个扩大的这个过程。那么到后来，有些人呢就觉得，既然圣人能做经，那我为什么不能做经呢？就有所谓拟经啊，拟经就是仿圣拟经啊，仿圣拟经。这个最著名的就是杨巡啊，这个西汉末年的这个杨巡，还有这个隋代的这个王通啊、文中子，那么他们就仿这个六经来创作啊。这个杨巡这个仿那个《易经》就写了《太玄》，然后仿这个《论语》写了《法言》。那个王通、文中子呢，就分别仿这个六经呢，来各造这个六本书，后来没有留下来。那么这种这个情形呢，它就等于搅乱了这个阵营，把这个你的这个家底和家谱等于就打乱了啊，就是各种冲击啊，内部的这种冲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历史还原的史学派，就是那个以六经皆史说为代表，把这个经等同于史，来借那个经史的差别呢，来自降经格。经本来它在历史的传演上已经获得了某种那个崇高的、无可比拟的地位，一旦把它作为一个史料来看，六经皆史，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只是说远古的、更早的一些这个记载而已，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经的这样一个地位呢，自然就被拉下来了啊，而这种神圣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就是记那个消减经史差别呢，降低那个经的这种地位。第三个路子就是拔举诸子，把这个经子呢这个齐统。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那个儒家它跟其他的家派的不同之处，就是它和那个三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这个联系。但是到后世呢，在讲到这个经和这个诸子关系的时候，包括到我们今天这个讲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对这个中国传统的理解，可能都是来讲这个经子这个系统的问题，来抵消那个经的这种绝对性和前沿性、权威性。说从那个清代中叶以后，这200年间，这个经子之变呢，一直是学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那个诸子的地位要达到跟那个经一样来看待，是吧？这个我们就第三个方面呢，就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话题啊，就使得这个经的理解呢就很复杂啊，很复杂。包括那个现代文明、现代文化对这个经的这样一个神圣性的一种消解。刚才讲那个刘师培的那个经学教科书，这个另外和他齐名的这个晚清的这个古文经学的大师章太炎啊，他也是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开山。他从这个文字考定来说经，最后说着说着，这个经也就成了一个，就像那个印度那个碑叶经，他最后是拿那个丝编在一起啊，那个把那个碑叶成书，以线连贯叫经。那我们中国呢，就是竹简成书，当时这个竹简要把它连起来，穿缀起来，那个就是一个线绳而已啊。和这个经者这个编丝缀属之成，就是跟后来那个木板、雕版的这种方式不一样而已。那这样一解，等于你这个经根本就没有什么刚才讲什么肠道什么那套东西呢，等于自然就被消解掉了啊，被消。那么这个现在都是这样来讲啊，都是这样来讲，把这个经的这样一种意义和价值呢，等于就从高位就一下给拉下来啊。第三点就是关于这个解释，就是我们还要来强调为什么这个经它是重要的，而不能按照这个现代的一些理解，把它只是看作一个上古的材料，只是一个更古老的一些这个资料而已，跟这个历史呢没有什么差别啊。那么就是把这个它和这个史书
这个历史记载的这种文献，放在一起，或者说把它和那个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的这个诸子百家的一些思想呢，这个放在一个等级来齐列来解释。所以我还是要回到这个为什么经是重要的。刚才强调这个经的形成，它实际上是一个解释的结果，包括那个各种不同时代的那个层面的这种复杂问题的出现，都是为了这个呼应那个新的时代的一些新的问题啊。比如说汉人，他这个原来是那个春秋战国，那到那个秦汉这个大一统之后，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建立，他要给这个帝国要寻找一个统一的基础，所以这个大一统的这种思想呢，才成为一个凝聚整个这个广阔疆域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种价值啊！你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没人讲大一统，所以这个思想从哪里来？那肯定是汉儒来创造。所以董仲舒的那个《春秋繁论》呢，他就要讲这个东西，他发挥那个《公羊春秋》里面的这种思想。《公羊春秋》里面没这么讲，他是借题发挥，最后讲出来了一套这个大一统的这样一个理念。比如说后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那这个佛教呢带来了很多这个新的这种思想，那么对这个传统呢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佛教讲这个心性，讲这个生死轮回，讲这个生命的这种价值意义，那跟这个中国传统讲法不一样。那你就要应对这种东西呢，来另讲一些新的，你才能够抵御住这个佛教的这种挑战，是吧？所以才有那个所谓新儒学，才有那个理学的崛起。那这个北宋六先生，包括后来到阳明，他们讲来讲去就是要去对治那个佛教的那个甩过来的这些问题，要重新在中国那个文明的这种根源里面，把这些这个人性的问题、这个生命价值的问题、人的这种心性的这些思想呢，重新来把它发掘出来，来做一些新的阐释。所以每个时代它可能都要有一个这个发展和变化。那这个发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啊，就是它都要回到那个这个华夏文明的那个根源的那种东西。那这个根源的这些价值，那么就在这个六经当中。所以可能讲的那个六经不是那个原本的那个六经，或者已经这个相续这个甚远，但是那个思想的那个原点，它最初的那个东西，它是一脉相连。只不过这个后人呢，他是不断的通过这种解释性的文字，通过这种注释的这种方式呢，来把这个思想呢，不断的加厚啊，不断的加固啊，这个增强它的这种防御性和抵抗力。那么同时呢，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这个观念啊，就是成为这个一种新的这种时代的一些话题。所以我们说，这个经和包括最早的这个传啊，解经的这个传，那么当时那个汉人呢就说，这个经和传呢就像一的表里，相视阿成。经如果没有传的话，圣人闭门思之，10年不能知也。这个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后人的进一步的一种理解、阐释，一种这个把这个意义的这个能够把它扩展和传递下去，那可能这个经呢就成了一个死的东西，那就成了一潭死水。那这种要源泉活水，就是要靠后人不断的去激励，不断的激发，要把这个新的时代问题呢要带进去啊，使得这个思想呢能够源远流长，这个不断的光大和发展。所以那个传本身就是一个所谓传达、传递、沟通的一个意思，也是一个展开解说的这样一个意思啊，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所谓诠释学。那么经呢，作为3代文明的基础性文字和原本文化创制的这个思想疑点，好像有一个所谓原粗的那么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原点、本来面貌或者原意。那么不可否认，就是说最早的那些东西，它可能跟那个最源头的一些东西呢是
关联性要更大一些啊。它这种最初联系呢，当然它如果从这个原意的这种意思来讲呢，它可能更接近于此啊，它具有本源的这个特色。但是从这个经的展开的这个解释呢，它又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这个不断的一种这个程序和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我们在今天可能可以把这个解释的这个历史呢，从几个层面来分，比如说这个第一序的、第二序的、第三序的等等啊。比如说那个汉人的那些传，就是刚才讲那个易传，这个十易、易大传对那个易经的解释，那个春秋三传对那个春秋经的解释，然后这个礼记这些对那个礼的解释，可以是视为是第二序的文本。就是那个六经诗书礼仪春秋那些呢是属于第一序的，是第一最早的。那然后这个传呢就相当于是第二序的。那后来呢到了那个魏晋以下，那些这个所谓的注述啊注述，包括孔颖达修的这个五经正义采集的那些材料，然后六朝人的那些解释，它等于是既注这个经也注传，经传合注。等于打包要把前人的东西又要这个整个要梳理来解释，那可能就成了一个第三序啊。后来到了那个宋人，那用完全是处于记忆，从自己的对那个圣人的理解，对这些经典的一种他的一种这个想象发挥，又创造出来了很多东西。那个里面又掺杂了这个佛教的一些东西，又把这个道教的。这个儒释道的一些东西都是揉在里面的，那可能跟前面那个都已经完全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些文本呢，为什么今天那么重要？我们读这个儒家要去读这个朱子，要读这个杨儒，而不是说直接我就去看这个六经，道理何在？就是他等于又做了一个加工的工作啊，他对这种思想的一种这个理解啊，那么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境地。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很多问题呢，反而更接近，因为那个上古的很多东西离我们太遥远了，几千年，我们没办法去体会。但是像朱子阳明讲的很多东西，那在这个今天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相通的，我们可以去这个想象和理解，所以我们更乐意去学这些就是这个大师的这样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里面，它还从时间简单的来画，或者从那个文本的关系来讲呢，有一个先在的和后进的啊，有一个第一序、第二序，甚至更后的一个层次。但是从这个经的本身的这个解释的这样一个特点来讲呢，它实际上又没有所谓时序个体，它实际上不存在这个不可跨越的鸿沟。就一如我们今天说要去学这些经典。当然，这个前人的解释、前人的这个著书非常重要，是我们理解这些思想的一个阶梯。但是另一方面呢，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面对这些经典，又都有一个自我和那个经典的一种直接的一个联系，就是面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面对面的问题呢，是把我们的当下、我们自己的这种体验、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带入到这种文字里面，所以你也可能是第10序、第11序了，这个都没有关系啊。它实际上呢，我们整个这个文化的传承，我们这个经典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接收的这个意义呢，就在于它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如果说这个东西断了，是吧？如果说没人理睬，那可能整个的这个线条，这个历史就没了，就终结了。但是到今天，我们中国文化、中国人还是在这个时序的一步一步的一个延展当中。所以经的解释在文字上有先后之序，从文本、从那个文献来讲，它有古今之别，有更早的，有后出的传来解经，但是千万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凝固的那么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死的。另外呢，从这个义理的内涵理解来讲，这个里面是很复杂的，就是有很多这个思想创造，
恰恰是在这种解释的这个工作当中呢，那个呈现出来的。过去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中国人没有创造啊，这个都是诚诚相应啊，都是祝古人的东西，大错特错。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这个传衍不绝，5000多年，它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事。恰恰是因为这个本事，才使得这些经典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学。历史上多少文明，创造了多少文献，最后都灰飞烟灭啊！现在能存留下来的这个世界这几个大的文明传统，恰恰是因为在这一点上，它有这个看家本领，所以它的这个根断不了，它的这个文明就一直这么流传下来。那很多那个已经没有了的那些文明，它实际上也有这些东西。那最后就是因为它没有走这样一个这个所谓返本开心之路啊，所以这个地方孔子说的那个说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些思想呢不是那么简单，就不能按现代人的这种创作的理解，好像我今天写一本书，我把前人都推翻了，我弄一个新的东西，这个就是一种发明，一种创造，这个太浅薄啊。这个文化的传承，文化的这个血脉，它不是说那么简单的像一个物的这么一个东西切到了它一气了之，它的那种内在的那种连续性，恰恰是一个文明生生不息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种这个根源啊。如果离开了这么一个根源，那这个文明呢是难以持久的啊，难以这个走下去。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这个经，它不是说是简单那么几个文字是一个凝固的一个僵死的那种东西，你就是在历史上呢，它是不断的啊，是一个流动的，是通过后人不断的理解阐释啊，这个不断的这个加添一些这个新的意义，使它的这个能够这个历久弥新啊。所以这样一种问题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讲。实际上包括所谓述和作的问题，因为《论语》里面这句话很有名，就是说孔子说而不作啊，说而不作，怎么理解？什么叫述？什么是作？这个实际上清人就已经有很多辨别。这个清代的这个焦循，他就对这个述和作呢有很精彩的一些说，他有述难五篇，就讲这个述不是我们理解的，只是说复述那个前人的话就叫述。这个你自己写就叫作，不是那么一个表面上的那么一个意思。它这个有述难五篇啊，重新对这个述的这个意义呢做了一个解释。像这一类的话题，在这个对于怎么理解经典啊，怎么样理解这个经典的这种传衍性，它的那种发展过程当中不断的增添一种这个新的思想的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啊，有很多的思考啊，这个经学史上有很多思考。那最后呢，我想就是把这段话作为一个结语吧啊，就是这个历史上这个经和解经之间呢，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结构。一方面呢，经作为解释的对象和意义的本源，制约和影响着后人的这种解释，但是解经呢，又对经本而言，它又形成了各式的这个复杂的关系，有些是依附的，有些是突破的啊。经的意义呢，也在这个解释当中呢，得以清晰化，并且稳固下来。这个好像就说那个经呢，它是个圆，这个离不开。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要这么去理解，就是对这个经的这种解释，它又是不断的在冲击、打散和重新编制这个解释的对象。这个在经学史上也是举不胜举这种例子啊，像那个大学是吧？大学这个文本的问题，那后人创造，你就得要把这个东西打散，再重新做一个编排，是吧？使得这个经的阵容乃至面貌呢是要发生一种变改。所以在义理方面呢，那更是一种不断的重新调整组合的过程，包括了许多新的理解和认识。那么这样就要对经呢不断的来说啊，来学经典，要面对经典，
但是呢，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死的东西，而是在这个面对经典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从模糊到确定，又从确定又到模糊，在这个清晰和这个不确定的这个中间呢，不断的调试，寻求一种合适的一种理解啊。我想我们当代人学这些经的也是这样一个状态，对每个个体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由上可知，这个解经或者说解释呢，对经而言呢，它就有着多重的意义。从前表说呢，它是为了解释文意，就是我们先要读懂这个书，所以要看我们这个不是开了那个参考书，《论语》呢，就是看那个杨伯峻先生这个《论语译注》啊，他的问字译注，那么他就从文字学、从文献一些基本的那个先疏通，把这个意思先搞明白啊。疏通经义的要求为了读懂经文，理解经义，掌握经旨。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实际上又是一个不断自我解释的问题。这个就不是要去靠通过读这个论语译注就可以明白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对你的人生体验，你对这些问题的一些理解看法呢，要带入到这个阅读过程当中。用自己的体味、体验、体会去领悟这个道理，融入到自己的那个生命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所以这个经呢，相当于就是一个媒介，就是一个媒介。那么，就是一个意义沟通、思想传递和知识增扩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来学这些文本，这个我们为什么挑另外一个书去学呢？因为这些书是我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的几千年都在学，大家都在学。而且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呢，它又增添了很多这种知识和体验，那么可以这个去启迪我们当代人对这些道理的一种这个了解。所以就像这个经呢，我的一个形容就相当于是一个平台，思想平台，就像是一个枢纽和这个精神的一个发散场，就是各种观念学说在这里汇聚。我们在这个理解的这个历史里面，不光能看到孔子的身影，看到孟子的身影，也能看到这个董仲舒的身影，也能看到朱子和阳明的身影，也能看到清代的这些学者的身影，也能看到当代很多人写的东西的一个身影，就等于大家都汇聚在这个地方啊，就相当于是一个发散场，来激发我们的思考。从这个汇聚里面来吸取一种力量，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是一种交往活动的一个广场，就是我们人都不能是一个独自个体，而是在一种群体的这个状态里面来存在。那么这个经就相当于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集聚的这么一个广场，那么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那个你得有一个像过去是这个赶集市啊，自由市场，现在是那些它的那个仓库啊，你得把这个货都冻到一起，然后再分出去。那么然后我们都来这个地方来挑拣我们的所需，来寻求我们的这个要追求的那种意义。因为各种观念学说呢，都是在通过经这样一个平台的汇聚在一起，所以无数新的激发的想象，都通过这样一个场地呢，又生成和扩散开来。所以这个解释呢，它就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它把这个意义呢，一方面是不断的呈现，另一方面是持续的扩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也就成就了那个经的这种典范性越来越重要。我们今天也在学，可能再过100年，还是在读这几本书。就是因为这几代人还没有丢掉啊，它延续下来了。那这个它的这种重要性，当然就越来越不可或疑啊，不可或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死的，它这个活性就消失了。那么那个经的这种所谓典范性或者是那个重要性呢，也就这个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好，这个就讲到这。